啊，我可以吗？我能行吗？啊，我团队他们凭什么觉得我可以来上这个节目？因为我不太，就是也不能说记忆力不好，就是不太记得住事儿。那长成你这样有什么烦恼吗？没有。周也唱歌好笑程度100，周也唱跳好笑程度100%。Hello， 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也。火星飞行高级特工周也，来之前对我们火星情报局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很早以前看过几期，然后觉得很有趣，很好玩，就是还没有点进去看的时候，还以为这是讲一个什么科幻类型的综艺。听到自己要上火星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反应就是啊，我可以吗？我能行吗？啊，我团队他们凭什么觉得我可以来上这个节目？所以团队是怎么跟你解释的呢？他们就是说，因为是和剧组一起来的嘛，然后就说导演有鹏鹏都在，我们说 OK 好，那我们就来尝试一下。录节目前会担心自己的综艺效果，或者说故事不好笑之类的吗？会啊，而且很担心自己，很紧张，然后说到一半就是卡住了。那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故事、经历丰富的人吗？不是，就是没什么特别多那种很记忆深刻，或者说特别怎么样的事儿。PD 跟你对本的时候，应该会各种问你这个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很多事都有，但是就是一下子可能会想不起来。因为我不太，就是也不能说记忆力不好，就是不太记得住事儿。有没有一个最想参加和最害怕参加的类型综艺？最想参加就是玩游戏啊，或者出去旅游这种都喜欢。最害怕的综艺就是咱们的综艺。大家都说火星很难录，我觉得挺可怕的。下面是一些无厘头的奇葩议题，看你如何回应。自己打自己一拳很疼，代表你很强还是你很弱？我很弱，因为我本来就很弱，我打自己一拳我还疼，说明我就更弱了呀。有道理。白骨精头疼，他应该看骨科还是看脑科？脑科，因为我也有骨头呀，我也要看脑科呀。他又不是骨头疼，他是脑疼啊。但他全身都是骨头做的呢。他应该看神经科，他是白骨精。人不能看到空气，那鱼能看到水吗？可以啊，他都能看到泡泡。你怎么知道呢？我觉得他可以。被门夹过的核桃还能补脑吗？那你脑子被门夹了，你的脑子就不是脑子了吗？好有道理。最后一题，葫芦娃洗头的时候，他的葫芦用摘下来吗？摘，不然葫芦进水了怎么办？那万一葫芦是长在头上的呢？长在头上，那他就摘了再贴回去。下一题，回归正常的提问。网友经常考古你学生时期的照片，你看到的时候内心 OS 是怎样的？就是把你的也发来给我看看。看到青涩的自己时会有什么想法吗？就挺正常的呀，就是哇，这是我。那长成你这样有什么烦恼吗？没有。那作为公认的冷脸美女，你最大的困扰是什么？就前段时间我去参加一个活动，就是直接就走路，然后我渐渐他跟我说你笑一笑，或者你戴口罩，我说为什么？旁边的那个人说，哎，他好像生气了，可是我只是没有表情的走过去而已。会觉得你在臭脸是不是？是，他们会觉得我在生气，但其实我就是没有表情。假如未来、故乡、燕回、林华君、华浅打起来了，你会帮谁？我会帮华俊，因为他最弱，可能打不过他。你觉得这些人打起来谁会赢呢？我觉得华浅吧，因为华浅他是会布局的那种，可能燕回啊、故乡啊，他们就直接上来开打，华浅可能站在旁边看他们打完了之后，最后再出手那种。如果你是男生，谁会是你的理想型？燕回就是很可爱呀，然后又很乐观、积极向上。谁最适合做兄弟呢？兄弟啊，我觉得阿香吧，因为阿香她小时候在鬼谷长大，她其实是个特别讲义气、特别重情义的人。假如要把你在社交平台里定期发的野生周报拍成一个微综艺，你会想做什么样的主题？那可能就是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吧，可能去采访一下我爸妈为什么要给我取名叫周也。假如你的微综艺里要邀请3个嘉宾跟你一起，你会请谁？导演鹏鹏、球球。那你们想拍什么主题的节目呢？我们就是在市区里开个小卖部，然后那个小卖部的那个店长是外婆，看看什么就是还会有人来就买东西吗？
有没有听说过最近很火的年轻人发疯文学？好像知道。你自己最近有没有感觉自己想发疯的时刻？想发疯，没有，就很想睡觉，想躺着。你平时没有那种很崩溃的时刻吗？也有啦，就回重庆陪外公外婆。然后那天他们两个，我跟他们说了，说你们不要叫我起床了，我要在家里睡觉，千万不要叫我。他们第二天早上果真没有叫我，他们就站在我的房门口，在门边说他在睡觉，要不要叫他起来哟？他外婆你莫喊他，他要睡觉啊，早餐不吃啷个办？他们在旁边一直说，我在里面睡觉，我听得一清二楚，他们俩在那纠结叫不叫我，然后我就直接说我醒了，你们别说了。下面是一个趣味填空题：周也什么什么好笑程度100%，周也什么什么好笑程度10000%。周也唱歌好笑程度100，周也唱跳好笑程度100%。什么是周也的舒适区？但什么是周也的统治区？快乐是周也的舒适区，马卡巴卡是周也的统治区。能说说后半句是什么意思呢？我也不知道，就我同学他们就老是说我天天就是别人在很认真的说我在游离在外面，就在外面就马卡巴卡，我也不懂。下一题，家人们谁懂啊？家人们谁懂呀？鼻炎患者每天早上起来擤鼻涕的感觉，谁懂啊？烦死了！椰子们说，只要就能……椰子们说，只要每周也能开开心心，做什么都可以。火星上特工们，有的，还有的。火星上特工们，有的在说话，有的在笑，还有的在胡说八道。当活动造型被大家疯狂吹彩虹屁时，周也的内心 OS 是：谢谢，再多夸夸吧。请用我发现的句式为大家推荐《未有暗香来》这部剧的亮点。我发现《未有暗香来》13号就要播出啦，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观看，多多支持，谢谢。假如剧组的小伙伴们一起来我们火星录制，你觉得适合这个剧组的提案有哪些？暗香剧组吗？应该是，如果还有再重来一次的机会，你会选择再重来一次吗？那你会吗？不会，因为我现在很好呀，有爸爸妈妈、外公外婆、有姐姐、奶奶都在。能不能给女生们分享3个拍照的小技巧或者小诀窍？其实就自信、笑，然后有个很会拍的人帮你拍。那能不能现场摆一个你最常用的表情或者 pose？ 最常用就直接，对。最后是一个脑洞题，根据这4幅图的顺序，编一个符合逻辑的故事。这是一个小学1年级的一个看图写画的一个题目。1年级太难了啊！这个小朋友在家里，打碎了一个花瓶，然后他爸爸很生气，让他蹲下来踢了他一脚。然后这个小孩就跟妈妈出去逛街，看到了一双鞋，然后不小心把鞋又摔到地上了，然后他就自己主动蹲下来让妈妈踢他一脚。哇，也很有逻辑耶！难道不该有逻辑吗？你要不要听一下参考答案？参考答案是：父亲节要到了，小明摔碎了自己的存钱罐，想要帮爸爸买鞋子，结果父亲以为小明调皮，就踹了他一脚。然后小明去店里挑鞋子，让店员看他屁股上的脚印来判断鞋码的大小。1年级谁想得到啊？这是1年级的题。